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啊，开不开基本上都不是一种选择了。如果你不开啊，基本上就没有流量，没人知道啊你在干啥。我有个朋友是中国985大学的教授啊，已经发了2篇 Science，下一个目标无非就是申请院士。但他最近也说要做一个自媒体，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开招研究生就没有优势，那优秀的学生他不了解我们的科研团队。那还有一个老兄，他是清华美院毕业的，专业是陶器，他开了家玩篱笆的连锁店，最近也开始直播了。他说这个网上啊胡说八道的人太多，所以呢自己的流量就越来越少，所以呢为了争夺话语权，他就必须上，这没办法，这就是现实。但是你要做自媒体，现在的这个平台哇多如牛毛，在平台上做内容啊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赚到钱，那就更不容易了。现在最具代表的2大平台啊，就是生猛的抖音，或者海外叫 TikTok， 和这个历史悠久的油管。它俩的共同特点啊，都是要吸引用户把时间花在平台上。最新的统计啊，每个用户每天在 TikTok 上停留50分钟啊，刚刚超过油管。抖音在中国每天每个用户停留2个小时30分钟，是不是很夸张？是吧？当然，很多用户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平均时长。我问了问 ChatGPT 啊，哪个国家在 TikTok 上花的时间最多啊？答案是印度。那这显然就是一个大市场啊，正在崛起。当然了，在全球范围内，抖音用户大概有10个亿，TikTok 已经过了15亿了，油管的用户是20多亿。用户花的时间啊，乘以用户的数量，就是用户泡在平台上的总时间。那你可以简单的认为，这个总时间就是我们当前人类所有注意力的总和。对于2大平台来说，那就是钱，就是金矿。谁让用户花的时间多，矿场就越丰富。但是你怎么去开采呢？这2个平台是有点不一样的。这里主要讲3个啊，一个叫什么流量机制，一个是它的内容形式，还有一个就是变现的方式。首先我们讲这个流量机制，这谷歌它是搜索起家，所以在油管上大多数用户还是先要搜索一下啊自己想找的内容，点进去看呢，如果他觉得好，就会关注这个博主，成为该博主的一名常客。那这么多年，那搜索的算法其实变化不大，很多人他都在做什么 SEO， 优化网站的关键字，提高被搜索到的概率。当然了，这个视频呢也可以 SEO， 但没那么有效。还有一个呢，你当然可以花钱推广自己的内容啊，获得曝光率。当然，博主也可以努力提高视频质量，希望用户能喜欢，从而得到什么平台的更多推荐。当然，所谓内容质量肯定是无穷尽的啊，衡量标准也是很多方面的。这方面内容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啊。但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到底是给优质的不付费的视频更多的自然流量，还是重点推荐那些付费的视频，其实就是良心和收入的选择。所以呢，谷歌以前的口号叫什么？不作恶。那所谓作恶，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只认钱，谁给的钱多我就推广谁，不给钱内容再好我也不推送。那作为平台，2种选择可以做的比较均衡，也可以极其偏向某一边。相比谷歌，那百度简直就是一个信息垃圾桶啊！每条搜索的内容曝光后面基本都是广告费用，有的时候底线都不讲啥内容都能推广。以前也发生过各种危机历史是这样
留给内容，百度也给内容保留了一些自然搜索的流量。相比谷歌抖音完全不一样，那用户的内容是平台推送的，是喂过来的。统计表明抖音用户绝大多数时间他不搜索。2023年用户平均每人每天在抖音上搜索3次，搜索独立流量占到整个流量的只有18%。用户绝大多数时间就做一个动作，大拇指不停地滑屏幕，平均每个短视频的停留时间只有30秒。其实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秒，所以抖音短视频的2秒跳出率、5秒完播率，或者说它整体的完播率就特别重要。如果这个2秒钟的用户都不愿意停留，那说明没什么人对你的这个视频感兴趣，平台推荐的流量就会很少。抖音做的这种推送机制从新闻聚合平台今日头条开始，号称自己不做新闻，只是新闻的搬运工。这种模式谷歌、脸书都曾经试过，没有成功。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很多早期资本认为头条也不会成功，所以错过了投资头条。万没想到头条成功了，没人确切的知道它啥原因。那可能是和中国这些版权管的比较松有关系。当然，现在每个平台都互相借鉴了都采用了多种用户流量的机制，但是各个平台的传统还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说这个视频的内容形式是非常的不同的。那油管用户他完成搜索之后，还是很在乎这个博主做的内容，所以呢，油管鼓励用户做长视频。它规定了8分钟以上的视频才能插广告，所以坐在镜头前，你讲8分钟，正常的语速，逐字的稿，至少得写2000个字，不小。这工作量其实不小放在10年前，那做视频的技术没那么发达，工具没那么多，那写稿、录像、动画、剪接等等，一般得搞2天。如果你再想弄个外景耗时的1星期都不为过。所以每天更新对绝大多数油管博主来说，过程非常的艰辛。当然，一开始呢，做的人少，看的人多，所以呢，它也有优势。2013年，油管上每分钟上传的视频时长长达100个小时。到了2023年，这个视频拍摄已经非常普及，再加上 AI， 视频内容的增量已经是2013年的5倍，每分钟上传的视频高达500小时。因为油管鼓励长视频，所以每个视频必须有点内容否则你尴尬的聊天不容易很难受到用户关注。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油管视频为了凑时长，它的结构非常的松散，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有2倍速度的观看。但是抖音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抖音上那个视频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5秒。现在油管对短视频的定义就是小于1分钟，它都认为是短视频。这个在抖音上已经属于中视频了。那一开始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怀疑你15秒能干啥？后来发现他啥都能干，从坐着不动唱歌跳舞，再到抖音插播新闻等等。很多资本大佬错过了投资早期的抖音，后来非常后悔。他就怪什么？怪自己太聪明。言下之意就是说用户大众实在是太蠢了，蠢到超过自己的想象。那是这样吗？那不得而知抖音主打短视频起步用户来刷抖音的基本目的，它不是要获得什么，那更不是要学习什么。主要的出发点还是要消磨时光，他利用碎片时间找乐子。所以呢，这个娱乐是抖音的基因连续刷屏的情况下，是吧？在每个视频的停留时间都不超过1秒，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要吸引用户的注意，它必须要精确匹配内容和用户。
两者的标签越单一越好，而且是要越明确越好。所以抖音特别强调博主账号的垂直性，越垂直的内容就越容易找到用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创作者可能有好几个账号一个负责娱乐，比如说什么唱歌跳舞搞笑；一个负责严肃，比如上班挣钱；还有一个负责发表观点评论等等。它虽然3个账号完全可以合在一起才构成这个博主完整的人设，但是为了匹配更高效率，分成3个账号做内容更有优势。把不同的内容混在一个账号里，绝对是抖音博主忌讳的。另外一个方面，你即使用户关注了这个博主，只是增加了平台推送该博主内容的机会，用户大部分时间仍是在滑视频，而不是去博主主页上主动寻找新内容。抖音的用户永远只做一个动作，用户的关注、点赞、转发、评论，他都会让他自己的标签更加明确。平台读取这些信息之后，推送的内容会更准确，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所以呢，你用户关注了某个博主，那肯定会得到相关的更多推送。那作为博主，很难知道哪个视频会火，所以呢，就尽量制作多的视频。油管上对上传的视频数量其实限制还是比较多的。一般呢，一天只能上传10个，最多15个，包括短视频抖音一开始做的时候管得比较松一个手机号可以开5个账号，每个账号可以上传50多个视频。所以即使是同样的内容，只要有流量，短视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或者把一段稍长的视频切成多个短视频，在多个账号上同时上传。这些短视频就是所谓的切片，这些账号就是所谓的账号矩阵。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抖音平台上的网红不多，所以抖音平台还鼓励你这么干，所以呢，就简直这个抖音就成了垃圾信息的制造系统。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抖音用户可能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某个视频一眼，就会不停的刷到同一内容。那可能这个展示的角度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千篇一律。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最后无法逃脱，我只能够把它拉黑了。现在的这个创作者非常多，平台呢不鼓励这种行为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油管因为以长视频为主，说还是有所不同。用户来油管初衷还是要获得什么，即使只是为了消遣娱乐，也会优先点击自己已经关注的博主。那博主的内容有特别垂直的，比如每天对这个股票市场的评论或者关注小动物等等。也有的是非常的广泛，特别是那些专业报社或电视台，把以前传统渠道的内容都搬上来了。一个账号相当于以前一张报纸或者一个电视台，这里面天然分成了多个专栏或者电视节目。有的传统媒体搬到油管上面，它有50多个 playlist， 它每个专栏或者节目都有不同的人打理。但是用户订阅者在博主下面全部都集中在这个账号上面，众星捧月这样的专业机构订阅数上百万也不是什么难事。台湾有个中天电视台被那个当局给关了，然后他转到油管上经营，到2年时间一共积累了400万订阅者，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转型给人很多的启示但总的来说，这个长视频、短视频各有各的应用场景，各有各的受众，商业上各有千秋。因为这个抖音和 TikTok 成功，油管也开始允许上传短视频。另外一方面呢，抖音他知道这个短视频的娱乐性太强了，所以呢也开始鼓励做中视频或者长视频。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 APP 叫西瓜视频专门从事中视频和短视频的运营。